有很多女生她都不明白一个道理啊，就是一个优质的男人啊，在各个方面都优于你的男人，他是基本上不太可能去跪舔你的啊。但是呢，有的人啊，他还偏偏就非常期待这件事情啊，就是我这里有一个96年的女孩嘛，长得确实啊挺漂亮的，身材气质都很好啊，算得上是美女了。学历呢也还不错啊，就有一点短板，家境属于很一般的人啊，普通工薪家庭的孩子嘛。所以呢，这个姑娘就一门心思呀，她要找个富豪或者是有钱人的男孩啊，实现阶层的跨越嘛。而且呢，对方还必须得学历很高，性格很好啊，有眼缘，智商情商啊双商在线，还得能够接受他的家庭对他呢无微不至的好，忠诚专一，还得靠谱，并且愿意宠着他惯着他啊，在金钱方面啊愿意为他大方付出的男士。就这么着，在我们这儿挑了个够啊，终于出现了2位基本上全方位符合他要求的男士。这2位男士呢也都愿意跟他接触接触。可是这个姑娘一点儿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啊，她每一次约会都要打扮很长的时间，男生必须去接她，约会完了呢也必须送她回家，这个都还好嘛哈。关键的是她每一次啊都让男生在楼下等她1个小时以上，要么呢就是她一定会让男生在约会的地点啊等她很长的时间，她才会出现啊，她一定是要迟到的。要是出去吃个饭，如果饭店的档次不符合她理想中的规格呀，那是直接就跟男生说，我花了那么多的心思打扮，穿那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衣服，并不是来陪你吃这个路边几百块的。在他看来啊，起码也得一顿饭消费上千啊，才能体现出男生的诚意来。其中的一位呢，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他就不想理这个男生了。男生联系他呢，他就好多天都不搭理人家。他想的是一开始就得让对方了解自己的想法啊，得立好规矩啊，没这么怠慢人的。他认为冷处理几天啊，这个男生肯定会主动来哄他的。可是这位男生从此啊却再无音讯了。另外一位男生呢，跟他约会有一次啊，就是因为啊路上很堵车啊，迟到了一会儿，他非常的不高兴，说一个男人啊怎么能让一个大美女等了他40多分钟啊，就这个太不靠谱了。所以呢，你看啊，他自己迟到呢就是可以理解的啊，男生迟到啊就是人家不靠谱。结果呢，他为了让男生再尝一尝等人的滋味啊，在一次约会中啊，他足足迟到了2个小时啊。可笑的是啊，等他到了目的地的时候呢，男生已经离开了啊，给他发来一条消息说要回公司开会。这一次呢又不欢而散了，并且这个男生呢也没有再联系过他了。但是这个姑娘却并没有从这2件事情中吸取教训啊，她给到自己的解释就是只不过是不合适的人罢了。其实啊，她不明白，质量比你好的，各方面条件都比你优秀的男生不会像你期待的那样主动舔狗似的去追你的。人家是缺心眼吗？他们身边根本就不缺跟你一样的美女。动动脑子想想啊，是不是那些特别主动追你的舔你的全是那些你看不起的条件不太行的。所以啊，记住了，别以为所有的男人都需要跪舔你，条件越好越不可能那么主动的找你的，因为人家根本就不缺。你要是矫情啊，他可能就懒得伺候了。所以不要期待优质男人还优质啊，还主动啊，基本上啊你是在发春秋大梦。你们说对吗？大家知道为什么现在啊结婚率这么低了吗？今天呢，我接待了一个28岁的女生啊，她又让我听到了那一套理论。她说啊，女生结婚要彩礼有错吗？啊，父母把自己养这么大，难道就是为了白白的嫁到他们家去啊，给他们洗衣服做饭，还得给他们生孩子？我做完了家务，我还得照顾他的全家。而我做这些，有很多的男人看来都是理所当然的嘛，在他们的眼里，这些并没有什么价值。而我自己啊，还得放弃工作来照顾这个家，我失去了社会价值的同时，我也失去了青春和尊严呀。我花点钱还得手心朝上呢，最后保不准人家再劈个腿，给我整个人财两空啊，大好的岁月和青春啊，就留给了家务活了啊，陪着这个男人成长。如果有一天他飞黄腾达了，可能最后留给我2个字啊，离婚。如果我出去工作，那就没有什么时间照顾家庭，对吗？生活工作啊双重的压力，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太难了。总之啊，我觉得女人太不容易了。现在还有谁愿意做家庭主妇呢？所以女人都要出来工作的，自己挣钱自己花呗啊，想怎么花怎么花啊。所以我觉得女生结婚要点彩礼啊，没什么毛病。他说的这番话啊，乍一听也没有毛病，但是你要仔细去想呀，就有很大的问题了啊。
首先嘛，男女有别，社会有分工，对吗？身为女人或者男人就应该各司其职，站好自己这班岗啊。你该生孩子你就生孩子，他该赚钱养家就赚钱养家，彼此理解，相互包容，这才像一个家呀。其次呢，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有毛病哈。你是父母辛苦养大的，那他是石头缝里蹦出来自己个儿长大的不成吗？好，还说家务活都是给他们家干的，那你看看你说的这话，这难道不是你的家吗？你不住在这儿吗？孩子也是给男人生的啊，这句话更可笑，好像这个孩子生出来啊，只认爸不认妈。你自己都已经把自己定位成一个保姆了，你都自己把自己定位成一个生孩子的机器了，那你怎么不会失去尊严呢？首先啊，你的这种想法就得不到别人的尊重了啊，这个真的是你自己个儿啊从根上的问题。还有关于彩礼这件事啊，那就更搞笑了。你要知道啊，从你要彩礼的那一刻起，你就已经输了嘛。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要啊，你在伸手啊，你是在用你自己跟钱做交易啊，所以不是别人把你物化了吗？是你自己把自己物化了呀，对吗？而且现在有很多人啊都没有搞明白，这个彩礼啊那是要跟嫁妆对等的，甚至嫁妆那是古时候啊嫁女儿的时候啊娘家人的实力的体现。而现在的人啊，就只说彩礼啊，从不谈嫁妆，这个不就是买卖了吗？父母啊自己都这么认为，我这女儿啊养这么大了啊，得换点钱回来呀，不然养这么大不换个好价钱不是不划算吗？我也搞不明白啊，现在这些被演变出来的风俗真的是让人大跌眼镜。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马斯克啊他非要造机器人了吗？咱到评论区聊聊。我最近呢问了一位男粉丝，为什么你条件这么好，现在都40多岁了还定不下来呢？你是不想结婚吗？还是有恐婚症啊？他说了一番话啊，令我挺惊讶的。这位男士呢，从小就生活在一个高知家庭，家境很好。他32岁的时候呢，从体制内辞职了，下海从商。他凭借自己的能力，生意越来越好。目前公司呢年利润丰厚，尽管呢现在在这个经济大环境不太好的情况下，他的公司业务呢仍然屹立不倒平稳的过渡了口罩低迷期，已经是非常不错了啊。总体来说呢，是一位挺成功也挺成熟的优秀男士。按说呢，他这样的男人找个结婚对象应该不是很难的吧？可是听了他的一席话之后啊，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明白的人，他把人心看得太透了。可能现在的婚恋大环境确实是不太友好的。他说呢，10几年来他谈过无数的女朋友，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并且呢记忆比较深刻的也就2、3个。他总结说这些年接触过的女孩子说实话，真正想娶回家的，或者说能够胜任妻子这个角色的女人是很少的。当然我们不排除他有一些挑剔的因素，但是他讲的有些东西真的是现实存在的呀。他说为什么现在很多的女人根本就不适合结婚呢？首先一个就是她们真的很自私，即便是双方有爱情为基础的也毫不例外，每个人想的都是自己的既得利益，我要什么，我想得到什么，我能得到什么，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多。他们并不懂得关心对方的需求是什么，我可以给对方带来什么呢？很多的女人认为自己长得漂亮就可以有大把的男人挑选，总是希望男人呢像舔狗似的追求她，而自己呢可以为所欲为。其实大部分时候真正比较成功的男人，或者说优质的男人都不会是舔狗人家也有大把的女人可以挑选，到最后真正娶回家的都是些长相端庄、性格温和、懂礼数、有教养的好女人。所以感情的付出仍然是需要对等的，他们很多人呢都不明白这个道理。其次现在的女人呢物欲太强了无论美丑，只要是遇到喜欢自己的男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男人会不会给他花钱花的多就是真爱他，花的少就是骗子。交往初期要考验男人的诚意，钱是标准，结婚要彩礼，要看男人的态度，还是以钱为标准。嘘寒问暖的就成了他们口中的渣男了规划未来的就成了他们给他们画大饼的。谈感情的呢就说你想白嫖，男人比较节省呢就说抠门小气没诚意。现在的女人有几个愿意跟你谈感情的呀？个个都跟你谈钱就让你喜欢不起来呀。那谁还愿意娶这样的女人回家呢？最后呢，就是现在有很多的女人已经丧失了作为一个女人的功能了。她不想做饭，不想做家务，她甚至都不想生孩子，只想自己享乐，
也不会照顾老人，不会照顾老公啊。大小姐脾气还很大，动不动就跟你闹离婚。以前的人啊，结了婚就是一辈子呀。所以男人啊，他敢为了这个家庭啊，为了婚姻去付出他的一切。而现在的人呢，啊，结了婚2年就离了，他哪还敢拿他的所有去赌呢？他赌不起呀，他也怕赌输了呀。所以现在有很多人晚婚晚育嘛，啊，甚至不婚不育。那真的是因为男人不敢轻易的娶啊。你们觉得他分析的有道理吗？咱们评论区来说说。有些大龄剩女啊，她真的是不信邪的，你跟她说再多都没有用。38岁的未婚女人啊，都这个岁数了，还自信爆棚。你说你如果已经做到了事业有成啊，还有点骄傲的资本，但是你可能也就有个几十万收入，学历高一点啊，就把自己排在了优质女人的行列里。什么是优质女人呢？搞清楚了没有啊？要说事业方面，你能跟董明珠那样的女人去比较吗？啊，要说家庭方面，你会经营感情吗？你要是会经营的话，不早就结婚了吗？你这个岁数啊，生孩子都有困难了，找对象的时候啊，满嘴都是那些话，什么我不能将就着找个条件比我差的男人结婚啊，来降低我的生活质量啊，什么我虽然但是却看起来很年轻，什么如果这个男人没有什么亮点吸引我啊，我嫁给他是为了什么？难道是为了给他这种低质量的基因传宗接代吗？有的时候啊，我一听到他们说这种话，真的就有点哭笑不得了啊。38了啊，还想找个跟自己年龄相仿的优质男人。最气人的是啊，他们就算见了 N 个优质男人，受尽了别人的拒绝，也跟战斗英雄一样啊，绝不低头，绝不妥协，坚决不肯投降，一定要战斗到底的样子。可是啊，当你告诉他这么坚持到最后啊，可能真的结不了婚了啊，嫁不出去的。他一定会回你一句非常经典的话，谁规定的人就一定要结婚呢？找不到就自己过也挺好的啊，他会怼着你啊，没话说。我真的想问一句，那你来征婚干什么啊？就你这个要求啊，根本就不可能找得到啊，那就自己过呗啊。就他说的那些话啊，我们来分析一下啊，什么条件差的男人会降低他的生活质量了？说实话，什么是生活质量啊？只有物质才是衡量生活质量的唯一标准吗？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他没有陪伴吗？没有照顾吗？没有精神共鸣吗？没有相互扶持吗？这些东西不是一样也很重要吗？虽说有句话说贫贱夫妻百事哀，那你怎么不想想另外一句话呢？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啊。所以啊，你不能只看到了婚姻某一方面啊，你还得看到它另外还有很多很多方面的。还有那句话啊，就别老挂在嘴上了，我都替你们害臊啊。什么看起来很年轻啊？人家男人要的不是看起来很年轻，人家要的是真的很年轻。又说什么啊，男人没有亮点吸引不了我，我真的都想笑出声来啊！你身为优质男人，人家有多想吸引你啊？人家只想吸引那些年轻漂亮的小姑娘，根本就没你什么事儿。别说我说话绝对啊，事实就是这么绝对的。你曾经拿你的青春去赌明天，而明天啊，现在就在眼前，青春却没了。想结婚的大龄未婚女人一定要早一点清醒啊！不想结婚的可以继续做你的梦我就不打扰了。但是真的啊，想要结婚的就想想清楚啊！你们觉得我分析的对吗？给个红心再走啊！都说大龄剩女比较焦虑哈，那大龄剩男他为什么不焦虑呢？因为在婚恋市场啊，女生的择偶优势啊就是年龄，并且呢，它是在随着时间的流逝啊被快速的消耗掉的。因为女生的择偶峰值期就是18到26岁，27岁以后就开始逐渐走下坡路了。那过了30岁的女人呢，那就已经开始被挑挑拣拣了。这个时候基本上找不到一个条件较好的同龄男生了。如果女生到了35岁以后，不管你有多好的颜值，多高的学历，多好的事业你都不如一个25岁学历平平工作平平的姑娘吃香。因为你那些学历好工作好都不是男人太看重的东西，他们的骨子里就是介意这个生育价值就是要这个好的基因。如果再拖到40岁，基本上就无人问津了。如果不想将就着下嫁，还想找个条件好一点的，恐怕你就得选择老大哥或者是离异的男人了。你们也别不服气这些都是非常残酷的事实。而一个男人他的择偶优势并不是年龄，他们的第一优势是能力，可以说的狭隘一点，就是创造财富的能力。而从年龄来讲，
男人的择偶峰值期就比女人啊长很多，大概从28岁到48岁之间都是男人的择偶峰值期。只要啊他具有第一优势能力，就不怕找不到年轻漂亮的女人。也就是说，在相亲市场，一个25岁的女生，她可以直接秒杀一个35岁的优质大龄剩女，而一个35岁的优质大龄剩男，他也可以直接完胜一个26岁的小男生。女人的优势呢，是一个短暂而快速的在逐渐贬值的过程，而一个男人的优势呢，却是在逐渐上升的过程。他们择偶优势的周期是女人的2倍以上。所以呢，如果一个男人在35岁的时候已经事业有成，有房有车，那么呢，会有一大帮的年轻漂亮的女孩围着他转。可是女生就不太一样了，一个女生如果在35岁的时候，你也事业有成，有房有车，那么你注定是得不到这些在择偶峰值期的成功男人的青睐的。这个时候啊，可能你就是想找一个踏实本分的男人嫁了呀，都非常的难。也别再说啊，你可以找个年龄小的男人，可以不计较对方的条件这种话啊，那也是一样要付出代价的。人家小女孩找大叔，那是因为大叔舍得给他们花钱。如果一个小男生愿意跟你的话，那你也得愿意给他花钱。这个是同样的道理，你得做得到才行啊，你们说对吗？为什么你会成为大龄剩女呢？因为你一直认为啊自己是对的。最近呢，有个87年的女生跟我吐槽啊，她说啊，她相亲相了5、6年了，相了不下100多个男生，为什么她总是不成呢？而且呢，要么就是好不容易啊找到个合适的，两个人接触起来呢，又总是磕磕绊绊的不顺利。而且呢，我觉得自己的年龄越大呀，遇到的男生就越奇葩，感觉呢遇不到一个正常人。有那种情商太低的啊，说话太直太伤人了。比如说有一次吧，有个男生啊，见面第一次啊就跟我说，哎呀，你跟照片怎么差距这么大呀，我差点不敢跟你打招呼啊，怕认错人了。我当时那个尴尬都没法形容啊，弄得我啊挺难堪的，我都想马上走人算了，真的是个下头男啊。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做人做事啊，他不在正常的认知范围内，让人无法理解。比如说有一次有个男生啊跟我接触了1个多月啊，我觉得我们俩不太合适啊，我就跟他说我们不处了。结果你知道怎么着吗？人家说让我把他送我的东西全还给他啊，还要算清楚这段时间花的所有的花销啊，要求 AA 分账，把另外的一部分啊转给他。我当时就气不打一处来啊，这还算不算个男人啊？有没有点气度啊？难怪他脱不了单，找不到女朋友，这不是活该单身吗？然后啊，还有一种就是巨抠无比的啊，出来见面啊都不请吃个饭啊，而是去逛公园，公园门票啊就10几块钱，他还问人家售票的最近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我真的是佩服这位了啊，极致的葛朗台守财奴啊，我都感受到了未来的生活场景会是什么样，直接给我看傻眼了呀。那好吧啊，总之这样的人啊还遇到过好多，简直都太奇葩了。那我就问他了啊，那你知道为什么自己也单到了现在吗？你找过自己的问题吗？啊，我说呢，不是男生都奇葩，你不觉得你自己才奇葩吗？首先你说啊，你把你那个照片 P 成另外一个人了，人家没有认出来，有毛病吗？这不很正常的吗？这个其实是你的问题啊，你这跟欺骗都没什么区别了。这个事儿啊，怎么能说是男生奇葩呢？另外啊，你说啊，分手之后人家跟你要回东西，你觉得他的行为简直太过激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女生在还没有跟对方确定关系之前就接受人家的东西，这个行为本身就不太合适，对不对？如果不能继续啊，那本来就应该还给他的。男生想跟你 AA，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过分啊。男生们其实啊，他不是真的介意这点钱，他们只不过是讨厌女生们啊接受他们在这些物质上的付出啊，而女生还觉得理所当然啊，这种态度。你说男生约会特别抠门啊，你也不想一想，都这个岁数的男生了，在他过去的经验里边啊，可能已经在相亲恋爱这件事情上花了不少冤枉钱了，最后还不一定能成，那他为什么还要为一个未知的结果去买单呢？你们才刚刚认识嘛，虽然去公园这种地方啊，你可能觉得太不重视你了，但是男生想的是这样也一样可以聊天说话互相了解啊，没有必要非得去吃大餐花那些冤枉钱吧啊，他们就是想把成本降到最低，还不是被一个个啊之前的女生们给调教出来的，他们也怕了你们了，难道不是吗？
咱们呀把这个事儿啊反过来说，如果相亲谈恋爱都是女生来负责大部分开销的话，那你愿不愿意5年之内请那100多个男生吃大餐呢？大家觉得他们会不会请你们吃呢？